每天都有人问我，自家的孩子该如何学画画？我家孩子这样算不算有天赋？适不适合学画画？我线下找的那个老师是不是个好老师？我不知道该如何引导他，他该什么时候开始学呢？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批人通常也是来找我咨询绘画问题的人里面态度最好、最有耐心的。想起屏幕前那些焦虑的面容，实在是诚惶诚恐。可怜天下父母心，非常能够理解这种焦虑和无助，因为我也是从小被父母带着进入绘画这个世界的，他们为我学画画花了很多心思，所以我打算好好的做一期视频来全面的回答关于孩子学画画的问题，给诸位家长们提供一个参考。因此这期的视频叫做小孩子究竟如何学画画，让我们来一探究竟，把这个事情说深入一些，说通透一些。关于孩子学画画的研究，在21世纪心理学和脑科学介入进来以后，目前已经有非常丰硕的成果了。很多家长来问我的时候，其实或多或少是觉得自己孩子有点天赋的，但又不是很看得懂自己的孩子算不算有天赋。有时候孩子画了一些画，也不知道该怎么表扬。这一切反映的根本原因只有一个，我们看不懂。所以我推荐严虎博士的《儿童绘画心理学》这本书，文字平白易懂，没有引用太多深奥的术语，前面那一部分相当于这门学科的一个介绍，重点是在第3章之后。这一节会讲儿童绘画的发展阶段，你看完这个就会知道不同年龄绘画的主要特点是什么。知道这个，你就可以判断你的孩子绘画水平在这个年龄段是正常的还是异常的。同时他还会详细的讲述儿童绘画中的行为特点，方便你在看自己孩子绘画的时候知道哪些行为属于哪种类型，是抵触还是宣泄，又或者是在防御。再往后面就是一些性格类型和绘画之间的关系，以及一些特殊儿童的绘画特点的解读了。这本书好在非常全面严谨，适合入门。如果我直接告诉你如何去赏析儿童的绘画，这里面的背景知识特别的复杂和混乱，没有什么实操意义。你不一定要看得懂孩子画的好不好，但你可以看懂他背后的心理状态，这一点比解读绘画风格要重要的多。你将会通过绘画更好的了解自己的孩子，和他有更多心灵上的交流。因为小孩子有很多话他没办法用语言表达出来的，但他可以用绘画表达出来，你就会更清楚他在绘画这个事情上表露出来的特质是哪些。适合他的事情也许不仅仅只有画画这一件，只是他的特质在绘画中初步显露了出来，因为图像总是容易被我们看见。总之，看完这本书就能缓解大部分家长们因为对绘画的未知而带来的焦虑和恐惧了。那么接下来我再说说关于学习绘画的问题。当你确定孩子喜欢画画，想送他去系统学习时，要注意哪些？在具体讲解学习方案前，首先要破除一个广泛存在的偏见。这个偏见就是孩子在绘画上拥有我们所做不到的某种神秘的天赋。这个天赋有时候也叫灵气，或者超强的感知力、丰富的想象力。不管它叫什么，它和我们这些成年人是不一样的。真的是这样吗？不是的，我们和孩子之间的相同远远超过我们之间的不同。孩子们之所以画出那些看上去大人很难画出来的图像，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和生理条件的特殊性。想一想，如果你不用上班，生活舒适稳定，一日三餐起居全都有人照顾，周围的人总是对你和蔼可亲，表扬你，你犯了错他们也轻易的原谅你，总有人对你亲亲抱抱举高高，然后大脑发育也不是那么完善，但凡复杂一点的文字你都看不懂也不会说，可是周围的人也不要求你说明白，他们处处都迁就着你的表达能力，那么你也可以画出那些作品，而且大概率也只能画出那种效果。我有一位粉丝毕业于巴黎美院，在小区里教画画时，当他示范那种儿童绘画的简笔风格和写实风格时，绝大部分小孩子都更加喜欢和钦佩写实的风格。这和我大学时教孩子画画的体验几乎是一样的。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了，孩子和我们看到的世界其实是一样的，只是由于我们的生活经验和压力的来源不一样，我们的关注点稍有区别。我们看到一支口红会去关注价格、品牌，但是孩子大概率只会看到它的轮廓和颜色，
我们看到的世界是大致相同的，没有什么巨大的差异。孩子和成年人都戴着各自的有色眼镜，但不管眼镜是什么样子的，世界还是那个世界。观看孩子的绘画，一个很重要的诀窍就是你首先要相信他画的是一个事实上的东西，而不是他完全虚构的。不要一开始就觉得彼此之间存在着一个鸿沟，当你把他当成一个孩子的时候，他也就只能把你当成一个大人了。那么孩子的绘画学习是有一个明显的时间分界点的，差不多就是10岁左右。相信屏幕前很多家长是有这种明显的感觉的。在那之前，他主要是画一些看上去像简笔画一样歪歪扭扭的图像，在那之后，他似乎突然开始想要画得更逼真写实了。其实他们一直都很想画的写实，只是大部分孩子10岁以后才初步具备了这样的能力。大家看一下我7、8岁画的石膏和我12岁画的石膏，你会明显感觉更写实了。可是在我的记忆里，我一直都在练习，很用心的在学。我能够很清楚地告诉大家，我12岁的时候并没有学到什么特殊的新技巧。在生理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无论你怎么学都是画不出来的。10岁左右，孩子大脑里的空间感知结构能力才开始变得具体起来，他才能够理解这表面的质感和起伏。所以说，如果小孩想要学素描、学写实绘画，一般都是推荐从10岁开始。那么在那之前呢，目前很多10岁以下的儿童绘画教学流派，大部分是以引导孩子进行创造为主的。关于创造力这个词，很多时候其实是一个充满了不清不楚的暧昧地带，而这种神秘成分越多，老师的解释权就越大，作为家长就只能很被动的去接受。所以我怎么判断这个老师教学 O 不 OK 呢？如何在这场教学的谈判中获得更多的主动权？所有的不确定的判断其实都来源于信息的匮乏，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去看书。儿童绘画解析与教程这本书就很好，你可以完整的看到一位优秀的老师是怎么去思考课程设计的。看完这本书，也就对一门儿童课程的设计有了一个基本的逻辑上的了解，这样再去和线下的老师聊天时，你就能够或多或少听懂他的表述，也能问出更切中要害的问题。如果你能发现那个老师跟你有来有回，并且解释清楚你内心里更多的困惑的话，你就可以相信这个老师是非常专业的老师了。如果不能，那么10岁以下的小孩子，我更推荐你自己去教。在我刚开始学画画的那3年里，其实画室的老师基本上就是在放羊，没有教什么知识。但是我的父亲一直陪着我画，跟我一起上课，他学会了以后就来教我。我6岁就开始学素描了，这不是一个适合小孩子的学习路径，因为我当时没有什么选择，但是今天我们可以有很多的选择。这本《父母艺术力》就非常的合适。不管你有没有孩子，看完这本书之后，我相信你的内心里一定会发出和我第一次看完这本书一样的感慨，那就是以后有孩子了，我一定要跟他一起玩。这本书里有大量的实操案例，真的很容易上手，会帮助你引导孩子在这个过程中打开思维，激发更多的创造空间。同样优秀的还有这不是一本艺术书，它非常专业的把50多种趣味性的游戏设计在了这本书里面，引导孩子和绘画的材料进行一次全面的互动。这本书特别适合还处于涂鸦期的孩子，这些游戏由浅入深，设计得非常有趣。看似乱七八糟的涂鸦，其实每个练习都有它暗含的针对目的。它把点、线、面、颜色、形状以及一些绘画的观察思路和操作思路都融入到了这些游戏之中。简单来说，孩子跟着玩就对了，他不会被挫伤绘画的兴趣，同时还能够感受到绘画的乐趣。如果你都愿意为他做到这一步了，那我相信这样的小孩子小时候可能和我一样，是要学很多课外课程的。所以画画只是他众多需要学习的技能中的一个。在他10岁以后正式进入到写实绘画的训练之前，能维持住绘画的兴趣就已经很棒了。只要他还没有放弃，那么他就习得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态度：坚持。那我接下来说说10岁以后的学习路线。首先我们要打破一个部分家长对绘画的偏见，这个偏见就是画画是一门很特别的学问，非常依赖天赋和感觉，它和数学、物理等学科是完全不一样的。不是的，画画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它就是一门系统的学科，是个手艺。如果绘画教得很好，那么和这个最接近的体验应该是优秀的私教老师在教你做健身的那种感觉，每个步骤都很明确，什么是标准的，什么是不标准的。上述这种教学体验大概率能够在写实绘画的体系中更容易体验到。
因为写实体系的绘画评判标准是相对明确的，就像体育竞赛有终点和比分一样。如果你的孩子将来要走职业绘画的道路，那么就推荐从写实开始，因为现代的主流商业插画都是写实体系的，尤其是游戏原画，基本上就是古典油画的延续。但是如果有家长把职业绘画的道路想象成是在拍卖行里一件作品卖个上千万一夜暴富的那种，相信我，这条道路的成功概率比买彩票低多了。艺术品拍卖行的水很深，把握不住的。当然绝大部分家长不会和我交流这样的想法，但考虑到我的父母曾经有过这种妄念，不排除有一些家长可能也有，所以我特意提醒一下。说回写实绘画的学习，过去有一些常见的误会是，有部分人会认为学习写实绘画会影响孩子的创造力，严重一点甚至会扼杀。真的会是这样吗？我们需要先弄清楚什么是创造力。创造力或者说创新能力，本质上是一个人个性的延伸。一个人之所以能够创造出与众不同的作品，是因为他成为了一个足够有个性的人，他的内在喜好、厌恶都得到了全然的释放。这样的状态需要在一个充满爱的环境里培养出健全的人格，这是一个极其奢侈的条件。它可能给一个人带来一个良好的创造能力的基础，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先天性的创造条件，是无法习得的，也就意味着它无法教授。如果一个人鼓吹这种先天性的艺术价值，那么他背后潜藏的一个假设就是，默认一切的答案都在你的内心之中，只是等待被发现和释放。但是这种假设忽略了人的社会性，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是否认那部分被社会文化所塑造的这部分人格的。可是事实上，在一个商业流通的社会里，真正能够产生商业价值的恰恰是这部分具有共识属性的社会性人格。而属于这部分可以交流的创新，本质上是一种系统性的技巧，它是把大家能够理解的共识的那一部分的元素进行有技巧的重组。这个是可以习得的创新，也是教学中真正可以言说的部分。如果不区分这二者的区别，将两者混为一谈去讲创造，那只能把创造这个事情变成一种玄学技巧，模糊了它的适用边界和诞生条件。那么这部分可以习得的创造力就不是什么无根之木了，它是一种系统性的习得性技巧。而构建这种奇妙图像的来源，基本上都是我们现实生活中所看到过的东西。我们只有认真的观察过这个世界，才能构建一个更完美的想象世界。过早的进入到所谓的创造力学习之中，长远来看不见得是一件很合适的事情。而写实绘画真正的核心含义就是教你先认真的看这个世界。在学习写实绘画的过程中，你会发现世界原来是这个样子的，原来还可以这样去观察。你会发现自己有很多画的不像的地方，那些不像的背后都潜藏着各种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偏差。我们要勇敢地承认这些问题，然后学习如何去观察、去修改，让自己的认知一步步地更加拟合真实的世界。在认真地描绘这个世界的过程中，我们会不知不觉地陷入我执，也会渐渐地放下我执。这是一场漫长而深刻的修炼，这也是几百年下来无数画家潜心学习的路线。他们为此积累了很多方案，重要的不是画的有多像，而是在画的像的这个过程中，我们掌握了一整套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了心性，坐得住了，能够从自己的小我之中出来，认真的去观察面对这个世界，成为了一个更诚实的人，不逃避问题的人。这才是一个孩子学习写实绘画的真正核心价值，这些能力才是他今后人生中会不断反复使用的东西。最后再说一说，如果你的孩子打算走绘画这条道路，以后想成为画家，这个未来的方向会是怎样的？那么全世界各大艺术院校培养的策略主要有两个方向，一个是纯艺术绘画，另一个是设计。纯艺术绘画也就是我前面说到的将来要在拍卖行里卖画的这种顶尖艺术家，设计则适用的范围更广泛。那么能够纯粹靠画画活下来的比较合适的职业其实是插画师，这当中游戏原画是商业条件最成熟的，就业机会最多的。但是你们会发现，因为越是需求旺盛的商业插画，就意味着它的市场化越成熟，越需要专门的为客户去服务。这本质上就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商业行为，考虑客户的需求，然后针对这个需求制作一个合适的图像，
整个过程充满了理性，每一步都有条理、有逻辑。一个在市场上能够交易的东西，就是一个商业行为。商业行为关键考虑的是需求和供给，其次才考虑自己的个性化艺术追求。这个本质上和设计是一模一样的。然而，这些显而易见的道理和能力，却都是正常学习绘画专业的人所不赞同的。不仅仅是能力上不赞同，而且价值观上也排斥。因为这样正常的商业绘画，并不是当下大部分艺术学校里所推崇的。就像我入学的时候，央美的校长说的那句话：我们的目标是培养大师。大师就是把艺术当成生命上的绝对追求，他不会去考虑什么商业价值的，他首先满足的是自己的需求。但商业首先满足的是别人的需求。如果家里有矿，还是比较适合走这条道路的，这样他就有资格不用去考虑别人的需求也能活下去了。某种程度上，一个纯艺术家想要活得舒服，是需要供养的。翻看过往古今中外无数艺术大师的人生，你会发现大部分艺术家的背后都有一个金主。可是只想培养大师的学校，对于大部分学生都是不公平的，因为那是极少数人的人生。所以明明有强烈市场需求的职业插画，却不是你的孩子从小到大在主流的学习时能够学好的东西。那么学习写实绘画可以给他打下一部分基础，他将来仍然是需要自己学习的。当年伯里曼、路米斯任职的纽约艺术联盟差不多也是类似的情况。市场上有强烈的商业插画需求，需要画点漫画、画点海报和插图，但是艺术大学里看不上这些东西，不教。所以很多著名的漫画家、插画家都是在这样一所职业培训学校里学出来的。总之，我们当下的绘画教学和真正的职业需求是脱钩的。当下的绘画学习道路充满了曲折，各种历史因素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交织下，绘画这门学科里还有很多模棱两可的教学盲盒。你的孩子很难像学习数学一样去学习绘画，所以他的学习过程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学成了是幸运，学不成的话，连很多基本能力都没有。如果我们把学习一个技能比喻成一项投资，那么可以把学习艺术当成一个不确定性更大、风险和收益都更高的投资。这种投资你用一小部分精力去投就可以了，不要用全部，除非你碰到了特别好的老师，而孩子明显具有很强的天赋，非常愿意努力，那这就相当于你在投资时有了明确的内幕消息，资金充足，风险性很低，这收益当然会相当可观。总之，学画有风险，入行需谨慎。我是维维老师，喜欢回答一些绘画的问题，分享绘画的见解。以上就是对于小孩子究竟如何学绘画的思考。如果觉得有帮助，记得一键3连。我们下一个问题再见。